好，但是我跟大家先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说我今天要把冷气开的比较冷一点 ，OK？ 为什么？因为戴口罩其实会比较闷呐。好，那所以我就把冷气开得比较冷一点。哦，那如果等一下坐风口附近的人，对不对？你感觉真的好冷好冷的话，对不对？好，那你就是换个位置这样子 ，OK？ 好，因为我怕冷气如果没有开太强的话，就是那个空气会不流通这样子 ，OK？ 好，所以跟大家先讲一下。好，来各位。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新闻嘛，对不对？这几天那个疫情的新闻连发，像比如说那个有一个什么案54嘛，对不对？那搞了那个台北外资金融圈的人自危这样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 ？OK， 没有听过的话，你可以去打听，你跟你身旁的朋友打听这样子，对，那就是啊，大家就是来这边，我也是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就是现在是疫情的时候嘛，对不对？但我们也是做好最完全的准备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进行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OK， 好，今天呢我们总共有4个小主题要讲，那我们今天总共的时间会是2个小时，就是预计在9点钟结束，好，那我们在中间每隔40分钟会让大家休息5分钟 ，OK， 好，让依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子大家应该会比较轻松，好，比较不会说第一个赶着上厕所 ，OK， 好，然后第2个就是精神压力很大这样子，我们今天公开课其实还是有蛮多东西要讲的 ，OK， 好。好，那我就不废话，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公开课的缘起，很简单。有同学在问我说，到底你每次在招这个中介的到底在上什么东西？这个难道就是保姆盘吗？难道就是只是说你有老师在帮你答疑之类的吗？其实不是的，这个我们在上的东西，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在上的很简单，就是在教你如何透过观察题目的方式，然后去预测选项 ，OK， 去预测出题者可能会想要出的方向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方式完全都是以你如果是出题者，你会怎么做？你会考什么？然后你希望学生怎么回答？你希望考生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方式也很简单。虽然现场人比较多，但我会走来走去 ，OK， 好，我会问大家说，关于这一题，你觉得如果你是出题者的话，你会怎么想？然后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会怎么样回答他？才会符合 GMAT 正确答案的思维这样子。所以大家要专心哦。就是你们手上都应该有这份的 PDF 嘛，对不对？大家都有带，不管是 iPad 或者是纸本，或者是你的电脑，对不对？好，请就是打开来，然后专心的看哦。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跟大家讲。在 RC 阅读的过程中，你如何在边读文章第一遍的时候就能够去知道说出题者他在哪里会出题目，以及那个地方的题目它的答案的设计方向会是怎么样的设计方向。我们今天分4个小主题，各位可以先看到这个目录。好，这4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标题分别是什么？分别是第一个叫评估，第一个叫陈述 ，OK，presentation， 第2个叫论证 ，argumentation， 第3个叫评估 ，judgment， 第4个叫什么？叫做所谓的收尾 ，concluding remarks， 对不对？这4个。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它涵盖了你在文章中所可以读到的任何的语气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文章里面的一句话，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们把它称作为什么？称作为陈述语气；要么就是在跟你去讲述一个论点，叫论证语气；要么就是什么，在跟你去评估别人的想法，评估别人的论证，叫评估语气；要么就是这篇文章最后收尾的时候会收一个什么，就是会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这样子。这4种语气，我们来看。当你在文章中遇到这4种语气里面的哪一个字，各个小语气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反应到说，出题人让你怎么样思考。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我相信你过去一定没有听过。好，我们今天上课，大家等一下被问到的时候不要紧张，因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用的素材全部都是2020年1月到3月的高频基金 ，OK 好，不用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人家这是中文，懂吗？连母语都要紧张的话就说不过去了这样子所以这边你所看到的基金这边大家都要留存起来因为这一份基金里面它涵盖的是过去3个月里面出题频率最高的基金 ，OK 所以各位未来如果今年接下来要去考试的话，万一你怕换题的话，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个基金拿来多看几次。这些基金里面每一个都是至少在过去3个月之内出过2次以上 ，OK 或者是在过去1年之内出过5次以上这样子，所以算是非常高频的基金 ，OK， 因为 GMAT 的这个整个大题库总共有1万多多组题组，那1万多组题组里面，这些题组都是在过去这3个月里面最常出的，所以它就是频率蛮高的这样子 ，OK， 好，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章节，大家帮我翻开这个就是第1页的地方我们这个讲义这个。荧幕上的页面跟你们手上拿的页面可能顺序那个字的页数会不太一样，因为我把它字放大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用什么？就用篇名好不好？我就用篇的那个篇名的那个编号来让大家就是跟大家讲是哪个地方。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篇，
在接下来的第一篇，我们要先讲什么东西呢？我们接下来先讲这个主题叫做历史陈述，什么意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章，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在着重在跟你讲论点，他没有要跟你论证什么事情，他没有跟你证明说哪个理论是对，哪个理论是错的。他在那一大段里面完全就是陈述一个历史。OK， 好，比如说像你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有看过嘛，对不对？我发现这篇文章里面其实你看第一段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这个美国黑人怎么样呢？美国黑人在战时的时候，填补了白人的这个什么移民空缺，对不对？那不是移民空缺，填补了去从军的白人的这个工作空缺，对不对？然后呢，取得民权，对吧？然后后来又讲什么？后来又讲说，就是这个黑人争取平权，对不对？后来因为有更多的黑人进入了这个工会，所以又争取更多平权。然后第三段最后跟你讲什么？最后跟你讲说，后来呢，因为扩张的太快，所以呢导致说什么？导致说被白人排挤。OK， 还有就是黑人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对不对？好，来我问你一件事哦，你觉得这篇文章里面它有没有作者的主观想法？有吗？没有，对不对？好吧，整篇文章对吧？刚刚同学说这篇文章没有作者的主观想法，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单纯在跟你陈述一个历史的文章。像这种文章，各位要注意什么东西呢？各位，你可以帮我翻回这个标题的地方。好，这个标题这边的标题，对不对？请帮我旁边写上一个笔记，好不好？好，遇到这种陈述历史的语气叙述的时候，请帮我注意转类点 ，OK 哦？转类点，好。什么叫转类点？转类点的意思就是陈述历史的语气的时候，你要去特别注意前面这个阶段跟后面这个阶段中间的变化是因为什么，或者是导致了什么变化。OK， 好，就是他去讲故事，他一定不会去跟你流水账式的，好像讲了10个、8个、20个时间点，不可能。GMAT 在讲历史的时候，它通常都是什么？都是讲一个，比如说一段时间、你要去注意每段时间中间的那个交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趋势转变？他会在这边考什么？会在这边考何者为真题的细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各位来，你看过像这篇文章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道题目，第一道题目，它就考到什么？下列何者说明了2战时期黑人民权的转变，对不对？它其实就在考什么？它其实就在考说第一段跟第二段的什么？第一段跟第一段里面这个战时，战前跟战后的区别，懂我意思吗？他就在考你战前跟战前的状况跟战后状况中间的转类点是什么？那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看他写什么？他的答案是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黑人找到工厂工作，加入工会，他其实就在暗示你战前到战后的转变是什么？黑人进入职场，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道题目如果他今天还要考转变的话，他可能会考什么样的转变？你会发现这道题目一开始的这个转变是2战时期前跟2战时期后，对不对？经过战争之前跟战争之后，它的区别叫做黑人进入职场变多了，对吧 ？OK， 那我再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你这道题目还有哪一个转类点？前面是由衰转盛，那后面有没有由盛转衰？有没有？你看第3段说什么？好景不长，内忧外患出现，内忧派系分裂，外患由与白人矛盾起身，最后民权运动转由教堂主导。OK， 好，那我问你哦，如果你是出题者的话，你会怎么考这个地方？你会问什么？你会怎么设计题目？没有，前后差异。你题目会这样写吗？你觉得题目会怎么样写？下列何者怎么样？体现了什么？下列何者导致了什么？导致了黑人民权的衰退，懂我意思吗 ？OK 哦，那这个时候，请问你，如果人家题目问你说，请问下列何者导致了黑人民权的衰退，那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就会是第3段里面的内容，对不对？说什么？就是因为派系分裂，或者是因为白人过来 ，OK， 好做种族冲突，所以派系衰退。好，所以这样大家要理解这种考试、这种设计的方式吗？当文章里面都在去陈述历史的时候，题目设计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去看文章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事情与事情之间、阶段与阶段之间、由盛转衰、由衰转盛 ，OK， 那个中间的差异点，那个中间的转变原因是为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导致了什么变化？这样，像你看，他这边刚好又有考一题什么？下列何者并非黑人地位的改变题？还是在问你说，战前战后哪一个不是变化 ？OK， 好，来，再来你看，像第2道题目马的进化，你会发现，第2道题目在第1段里面跟你讲说，马的栖息地变化导致摄取食物的营养价值变化。
也导致马的体型越来越大，对不对？好，你看他跟你讲怎么样？以前马生活在森林里面，后来离开了森林之后住在平原里面，对不对？好，然后你看换了一个环境怎么样呢？换了一个环境，它的食物也换了，好，所以它只能吃更多的食物，对不对？好，来各位，你看呢？这个题目它可以怎么考？这个题目可以怎么考？你看第一道题它怎么考的？为什么马到了平原之后改吃青草？它是不是就在考你说前后转变的原因，对不对？对吧？好，文章里面第一段里面所讲的这个历史转变，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以前在森林里面，后来在草原里面，它转变的现象是什么？以前吃什么？以前吃这个树叶，后来改吃青草，对不对？他就会问你说这个转捩点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第一道题就是什么？就是考你这个点 ，OK？ 然后你看第二段的地方，你会发现他说什么？他说在马迁居到平原之后，一样也是从树林迁居到平原之后，然后后来呢发生了各种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最后跟你讲说马的脸比以前还要长 ，OK？ 以前的马是圆脸，后来马变成比较长的脸。好，你看他也是在跟你讲说一段时间的变化，对不对？从森林到平原，马的脸逐渐变长。那你看第二题他怎么考你？他考你说为什么马脸会变越来越长？他也是在考你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OK， 好，所以你看这道题目跟上道题目其实逻辑上是很相关的，什么意思？上道题目讲的是战前到战后黑人的地位变得高了，他就会问你为什么黑人地位变高，或者是黑人地位变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OK， 这道题目也是一样，从树林到平原，马的体型改变了，马的脸改变，他就会问你为什么马的脸改变，他就是喜欢问你什么？中间转捩点背后这个理由 ，OK 哦，好，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历史陈述的题目的时候，请您注意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告诉自己到底阶段1跟阶段2背后转变的理由是什么？你要先自己问自己，这样等下你看到题目的时候才能比较好预示 ，OK？ 好，那我们来看第3题的地方，法国女编剧 ，OK？ 好，来各位，你看哦，这道题目它有什么？他说。法国某段时期后，女性编剧突然崛起，对不对？好，它是一个主题，是一个现象。说为什么？以前的某一个时间点之前，1720到1770之间，女性的编剧作家只有4个。后来呢，突然暴增，而且呢，他们的作品都很红，到底是为什么 ？OK， 好，那你看后面说什么？哦，因为这段时间怎么样？这段时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社会解放了 ，OK。然后再来就是市场也解放了，所以呢，开始有很多人喜欢看女性所创作的题材的戏剧。好，来，那你看这道题目它后面怎么考你？来，第3题考你说什么？为什么之前女性的作品不多？你会发现它刻意的考你之前跟之后的差别，对不对？对吧？那我问你这道题你的回答会是什么？来，第3题你觉得你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之前女性剧作家的作品不多？注意哦，好，然后我先问你转捩点是什么？转捩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后来变多了？因为女性作品的编剧激增，不对，这是结果。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女性剧作家的人数变多了？文章里面给的解释是什么？来，谁能够跟我讲？因为社会变得开放，对不对？因为什么？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市场变大，对不对？那所以这道题目他问你之前为什么不多，是不是逻辑就是反过来？什么意思？社会风气尚未开放，或者是什么？市场还没有开放给民间，那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看，你只要抓那个转捩点，他不管问你后来或问你之前，你的逻辑都可以通了。OK， 好，然后再来，你看第4题就是正着问，刚刚第3题是反着问，对不对？第4题是正着问，什么意思？来，哪一个因素推动了女性编剧的兴盛？好，虽然这个句子有点怪啦，应该是指女性剧作家变多。来，你觉得你的回答会是什么？非常好，对吧？社会空气感，不是空气，好，社会风气改变，那好 ，OK， 好，你看这种题目都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3道题目都有一个特色，各位有发现吗？这3道题目里面，文章都在专心的跟你讲历史叙述，没有在跟你讲什么，就是别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啊，我认为他的想法不对啊之类的。OK， 好，来，现在告诉我，你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对不对？请问你未来再看到这种文章，如果你发现有篇文章它主要的就是陈述是在跟你陈述历史的话，你会关注它的什么地方？转捩点，对不对？转捩点的理由，对不对？到底前面那个阶段和后面那个阶段背后为什么会这样转变的原因，对吧？好 ，OK 好，他会有什么问法？要么就是问你为什么，
要么就是问你，那之前没有这样是为什么？这样懂哦 ？OK， 好，来，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小主题。第二个小主题叫做陈述类型的比较。好，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它的陈述并不是单纯的陈述历史的先后，它可能在陈述的时候是把两个东西拿来比较的。OK， 好，那这个时候请注意哦，帮我打一个星号。好，你遇到比较类型的这种陈述的时候，请你特别要注意差异点跟相同点。OK， 这个比较不一定指的是相异哦，不一定比的是不一样，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有比一样，也有比不一样。好，去特别注意差异点，这个一定要速度变慢，边想。他如果等一下考我说这两个东西差别在哪里，或者有差别的理由是什么，我会怎么回答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来各位看这道题目。这道题目的第一段里面先跟你讲说，过去呢英国人他进入到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好，这是英国殖民者在美国还没有成立之前，做5月8号进入了这个就是那个美洲大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们当时呢有去跟印第安人就是签订一些土地的使用协议这样子。好，那第一段基本上就是背资讯了 ，OK。好，就是一些背景资讯。那第二段说什么呢？第二段说 ，OK， 签订协议的代表是萨满，好，就是那个你打那个电动有没有？好，打魔兽世界里面那个萨满这样子 ，OK， 好，然后跟你讲说他的这个特色是他的权力主导。那我问你，你会发现第一段跟第二段他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时间的先后？告诉我。说英国人跟印第安人签订了协议，然后后面第二段跟你讲说这次签订协议的代表是萨满，请问你？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时间先后的转类？有没有？所以这边不重要，懂我意思吗 ？OK， 好，这边就只是一些背景陈述讯息而已。那你看第二段后面的地方，各位，为什么？在签约的时候，这个地方你看哦，签订的内容看出两方的土地权的概念不同，它有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发现说，哎，好像印第安人的文字，就是你知道以前那种就是跟原住民签合约都要有两种文字，你知道吗 ？OK， 一种是就是什么？一种是英文，然后另外一种是当地的那个拼音文字。OK， 好，然后这些历史家去研究，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两种文字上有一些词的定义不同。好，在英文的合约上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OK， 而什么？而在印第安人的合约上面，他们用的词叫什么？叫地上权，叫使用权。好，来，我问各位一件事，你看它里面讲什么？他说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看法，他们出售的是使用权，对不对？好，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哎，这块土地是所有权是共有的，是神灵的，我们人只是跟这块土地去要一些资源 ，OK？ 而什么？西方人是用什么所有权意思，是把他把这块土地让什么当成自己可以交易的商品，对不对 ？OK？ 那我问各位，你们觉得这个题目，如果你是出题者，你会怎么考？来，你觉得如果你是出题者，你会怎么考这个差异点？来，第一种考法当然很简单，就是什么？到底印第安人跟殖民者他们对土地的观念差异在哪里，对不对？这是第一种考法。OK 哦，好，再来，那我问你哦，第二种考法还可以怎么考？你有看过比较题目是怎么考的吗？有没有看过？比如说，举个例子，叫做相较于印第安人，殖民者更认为怎么样，对不对？有看过这种题目的可以举手吗？相较于印第安人，殖民者更怎么样？或者是有相较于殖民者，印第安人更怎么样？有看过对不对 ？OK 哦，好，再来还有第三种考法，叫什么？叫做印第安人不会同意不是萨满，不好意思哈、哦，印第安人不会同意英国殖民者的哪一个想法？来，有看过的可以举手吗？好，或者是殖民者不会同意印第安人的想法，对不对？好，那我现在问各位，如果你已经抓到这个差异点，就是印第安人认为土地不是拿来交易的，而殖民者认为土地就是什么？一个可以有所有权的商品。那刚刚讲的三道题你会不会做？完全会做，对不对？对吧？好，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他会去考你说，好，如果他今天是东西的不同，他会考你差异；如果今天是态度的不同，会考你说一个态度对另外一个态度的回应是怎么回应的，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那我现在随便问一个人哦，来，我问你，如果今天我考你说，好，一个印第安人，他如果理解了英国殖民者的合约的内容，他会对哪一个选项表示不同意？你觉得选项会写什么？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不会同意说英国人要的是这块土地的什么所有权利，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差异好的叙述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关注到它的什么差异点跟共通点。OK， 好，那它考的方法如果只是单纯的物品的差异的话，
那就会是单纯的考你对比。那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所谓的态度的差异，就会考你说一个人怎么回应另外一个人。OK， 好，来再来，我们看到第4道题小塑像这道题目，你看第一段跟你讲说，在 M 这个地方跟 N 这两个跟这个 N 这个地方，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近东地区是哪里的？知道吗？就是伊朗那个地方。OK 哦，波斯啊那个地方。好，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什么？古代人有去做那个女性的那个塑像哦。哦，但是呢，他后面有跟你讲说什么？哎，两个地方的塑像的差别是什么？来，我问你，这个地方，请问你肯定怎么考？来，你觉得这边会怎么考？这个问题会问什么？可以这样问，但是好像就这种问出来的题目会是300分的题目。好，如果他问你说哪一个比较粗糙，哪一种塑像比较粗糙，你可能就会怎么直接选答案了嘛，对不对？他对，他会这样问，对不对？好，比起一个地方的东西，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更怎么样？有什么特色？这样懂我意思吗？好，他如果去问你说哪一个比较粗糙，你的选项可能是有 A 跟 B 两个可以选。OK 哦，好，来，各位，那再来呢？你看哦，第2段跟第3段，你会发现他在做的是大的对比。第2段跟你讲说，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地区这个地方的古代塑像代表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地方的古代塑像呢，它都有很明确的这种就是很细微的装饰，然后很像是实际生活中的人，对不对 ？OK， 然后你看他的第3段说什么？说另外一个地方叫伊拉克，不是叫伊朗地区、波斯地区的塑像有什么特色？就是什么？他们的塑像外表比较原始，好，不像是一个实际的人，好，然后呢？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一个广泛的形象，比如说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头，但是它头上没有装饰，然后呢，它的身体画的比较粗大，好，然后呢，就是凸显了一些女性的特色，可是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的人，但是它只是一个什么广泛的形象而已，这样子。OK， 好，来，你会发现第2段跟第3段，它其实在分别叙述两边塑像的细微的特色，对不对？第2段讲的是 M 地方的塑像，讲的是凡人。第3段讲的是 N 地方的塑像，讲的是一个什么女神，就是女性的这个广泛形象。好，那你看哦，这个题目就会考你什么东西，就会去考你它的差异。像你看下面这2题，直接考出来了。如果是象征一般的凡人的话，会有什么特征？如果是象征什么女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OK， 好，那这个时候请问你该怎么回答？你觉得很简单，如果你刚刚看文章的时候，你有抓到什么？它的差异点在于，一个讲求的是特定的人，对不对？好，会比较细节。另外一个是什么？讲求的是广泛的一个女神的形象，所以会比较原始。你就知道这2道题的答案是什么了，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描述比较细节、比较具体；一个是什么？描述比较原始、比较粗糙。OK 哦，好，这样的概念。好，来，各位，这是第2种。第2种，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去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今天文章里面用的是比较，我们一定要速度放慢，边看边想。等一下，如果考我这2个东西的差异的话，那我会觉得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我会怎么回答？那如果这个地方的比较是态度的比较的话呢，你的想法就要改变一下，变成如果等下考我一个人怎么回应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哪一点同意或不同意的话，我会怎么回答？哦，也就是说你在看文章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想，你不能等到看完之后才想，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OK， 好，来。我们来看第3种，第3种叫陈述的互动关系，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文章在跟你陈述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好，或者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可是这个现象里面有好几个主角，这些主角彼此之间是有互动。比如说，举个例子，生物的食物链，比如说商场上供应者跟什么竞争者的关系，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生物的这种共生关系或寄生关系，就是你发现它在陈述的虽然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里面好像有好几个主角彼此之间互有相关，这个时候你要去特别去想清楚它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帮我打星号会考你一种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类比题或推论题。类比或推论。好，他会问你说什么？会问你说，今天如果某一个主角1怎么样的话，主角2会怎么样？好，这是第一种叫推论题。再来，什么叫类比题？就是文章里面这些东西的关系，它的 relationship 跟下面哪一个选项最类似？这叫类比题，相信你们也有看过，对不对？譬如说文章里面厂商 A 跟厂商 B 的关系，跟下面5个选项哪一个最类似？好，文章里面厂商 A 所使用的方法跟哪一个选项最类似 ？OK， 这种叫类比，就是
举一反三，去把它的逻辑套用到另外的故事身上，好，类比题或推论题。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篇文章这个地方，好，你看他跟你讲说，我们主动去帮环境里面濒临绝种的 cod fish 叫鳕鱼，好，我们去把它富裕。但我们后来发现说奇怪，怎么富裕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这是问题。这是一个第一段讲的是一个什么？讲的是一个 contradiction， 讲的是一个矛盾。好，接下来呢，后面说为什么？他就跟你讲说，因为你忽略掉食物链的循环。什么叫食物链的循环？就是说 cod fish， 好，它会吃浮游鱼类，它的食物是那些浮游鱼类，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常常讲的那种波阿姨这样子，好，那种就是小鱼这样子。但是浮游鱼类的小孩，对，浮游鱼类又会吃 cod fish 的小孩，很好玩吧？知道这个逻辑吗？好，就是它会吃小鱼，可是小鱼呢会把它的会在这些鳕鱼还没有长大之前，把这些鳕鱼的卵吃掉。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保护鳕鱼小时候，它就没办法长大反杀，他懂吗？就是 cod fish 是可以去吃 forage fish， 可是要等它长大，因为它小的时候是会被 forage 反吃。好，这样的逻辑关系。好，所以你看，当怎么样呢？当 cod fish 大量减少的时候 ，forage fish 就大量繁殖，因为少了天敌。而人们开始去富裕鳕鱼的时候，怎么样呢？鳕鱼小时候一长出来，就被它未来的敌人吃掉了，被它未来的什么猎物吃掉了。哦，所以你看这篇文章，能发现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主要论点是在陈述的是什么？是一段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不对？就是我长大之后可以吃掉你，可是我小时候会被你吃掉。这样懂？好，所以这个题目，你看它考的是，你看后面说什么？后面说好在 forage fish 你太贪食无厌，所以呢你后来自己自爆，所以呢后来我还是有苟延残喘的空间。好，那你看各位，你会发现下面的题目都在考什么？都在考它这一段关系的推论，对不对？譬如说考你说，那如果今天这个 cod fish 鳕鱼的数量到达了巅峰，下列何者会发生，对不对？好，他就在考你这一段的推论关系，好，或者是像你看，他还考你说，那过去为什么 cod fish 会减少，对吧？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段的互动关系，对吧？好，那各位，互动关系的题目我们要怎么去处理？非常简单，请帮我写逻辑链3个字。好，因为通常这种题目，对不对？通常这种互动关系的题目，你真的考到的时候，你回去文章定位，你会发现，文章里面的资讯一定不是只有2个主角或1个主角。它可能会有3到4个，像比如说我们刚看到什么？我们刚看到又有 forage fish， 又有 cod fish， 又有 cod fish 的小孩。好，这之中的关系已经有3个主角了，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吃你，但是你会吃我的小孩。所以这样的逻辑，我会建议你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善用这个笔记，稍微记一下方向，稍微画一下箭头，这样子看后面看选项的时候会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好，注意哦，不用每一题都画，不用每一题都画，因为大部分的题目没有考那么细节，大部分的文章不会拉那么奇怪的关系出来，所以你不需要每一题都画。OK， 好，但是如果你遇到这种就是很明显来考你的是这种互动关系的文章的时候，请你真的遇到细节题，你回去文章定位的时候，要边看边画逻辑链。OK， 边看边画逻辑链，谁吃了谁，谁导致谁这样子。OK 哦，好，来各位，我们看第6题的地方，来。你看第6题的地方说什么？他跟你介绍电梯产业。好，第一段先跟你讲说电梯产业的这个特色就是，他们很少做一次性的买卖。为什么？不会有那么多人每天想要每次买电梯嘛，对不对？对吧？它又不是一般的消费品，不是说什么今天我心情好，我要买个电梯好这样子哦。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可能第一次的需求就那些，但是呢，电梯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后续的一些维护，对不对？对吧？你买了一次电梯，可能终身就要请他维护这样子 ，OK？ 所以你看它里面跟你先讲一些这个行业的特色，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我问各位一件事情，你觉得它可能会考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它很明显的强调电梯行业的特色，对不对？说它怎么样？它后续的维护占比高，然后呢很少受到景气影响，对不对？然后呢老字号又比新进者有优势，因为老字号才有口碑嘛，对不对？你要做这种长久的生意，你要用老字号。来，我问你哦。这个地方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觉得如果你是初级者，你会考什么样的题目？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
他在讲这个东西的特色，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哦，好好写比较，好不好？好，其实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来把电梯行业跟一般的商品业做比较，那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地方他可能会考什么？请问，相较于一般的商品业，电梯行业有什么特色？或者是拿随便一个产业说请问零售业跟电梯行业比起来，零售业有什么特色？好，他会这样考你。好，所以注意哦，比较不是真的看考试的时候写到比较才会写，才会有比较，而是你从它的逻辑看出来，它很明显来讲它的特色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比较的概念。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可能，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如果我问你 Costco 跟30电梯比起来 ，Costco 有什么样的特色？Costco 是什么？是电梯业吗？没有，我的举，比如说零售业跟电梯行业比起来，零售业有什么特色？零售业只卖你这一次，所以 Costco 这边做你是生意。你看，各位这边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们在回答比较的时候要看清楚题干问的问题，懂我意思吗？因为题干很多时候会怎么样，换对象。比如说文章里面说电梯有什么特色，结果选项里面说别的行业相较于电梯有什么特色，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问你零售业相较于电梯有什么特色，你看到零售业角度来回答。零售业特色是什么？比较多就是所谓的初次购买，懂我意思吗 ？OK 好，重复购买，比较少维护，然后懂我意思吗 ？OK， 比较多那种就是消费性的、消耗性的东西这样子。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其实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第二段跟第三段这个地方。好，你会发现在第二段的地方，他跟你讲说什么？他跟你讲说，建筑业也有类似的情况。OK， 建筑业，他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建商跟房客中间隔了一个代理人，好，就是物业公司。然后呢，代理人会倾向挑好的建案代理，比如说什么物业公司可能他们就会去跟什么远雄合作，跟秦美合作，或跟中泰建设合作。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合作的那个建商，他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品质是你的信赖的，你之后维护的就会比较轻松，对不对？对吧？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在跟你讲什么？跟你讲物业公司跟什么呀？物业公司跟建案之间的跟什么建商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对吧？就是物业公司就是长期维护商跟什么，在跟就是所谓的建商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去注意对方的口碑，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互动关系。OK， 那你看下面第4题的地方，有没有看到？那你看第1题跟第4题分别考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电梯业跟建筑业的区别是什么？它还考哪里？它还考文章最后一段了。文章最后一段其实还是有去跟你讲电梯业跟建筑业的区别，就是我刚刚讲的，文章里面的陈述只要一强调区别，就会考你何者的差别，懂我意思吗 ？OK， 这是我刚刚讲到的。然后再来第4题的地方，建材业跟营建业之间的关系如同下列何者？就是帮我括号写应用题。好，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应用题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从5个选项里面去找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所叙述的逻辑跟它是很一样的。好，那当然这个地方的第4题的建材业跟营建业，它还考你的应该是版本2。好，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辩题，但我们基金里面都会有去讲说哪些是辩题，哪些是就是原本文章。好，就是不同的考生看到同篇文章，可能里面有些细节会不一样，这是 GMAT 为了防止你去背答案所设计出来的。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辩题说什么。说，举例而言，建材业也有类似的现象。建材业的进入门槛低，但是很多该行业不是直接使用这些建材，而是提供这些建材给营建业盖房子。营造公司就是这些建筑公司，他们为了降低之后的维护费用，所以他们使用建材的时候会好好选好一点的建材使用。OK， 可以理解吗？好，就是如果他一开始用烂木材的话，他后面就糟糕了。为什么？后续维护的费用就会很高，所以他们一开始盖房子的时候就会开始去选什么？去选好的材料。那我问你，这样的逻辑关系，你要选，如果你要从5个选项里面选个答案的话，它会是什么关系？会是什么？合作关系，对不对？答案不会直接写 partner 的关系，我会写 partner 给你看，但它会给你5种故事。比如说第一种，超市跟菜商；第二种，餐厅跟航空业，或者是第3种，旅馆跟一日游，这懂我意思？旅馆跟一日游的业者，这懂我意思吗？好，就要问你说，请问哪一个是
合作的过程当中会去注意到对方的口碑，好，然后呢，如果对方的口碑不好，会影响后续的处理成本，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这样的概念，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第7题的地方。第7题的地方，你看哦，他跟你讲，你看第一段讲什么？第一段讲说，蚜虫、蚂蚁跟这种就是牛奶树 ，OK 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你看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树提供给蚜虫养分跟空间可以生存，蚜虫在分泌蚂蚁的食物，然后蚂蚁又可以赶走对树有害的毛虫，对不对？三角关系这样子。好，那我问你哦，这个地方它会考你什么？来，你觉得这个地方会怎么考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文章中出现互动关系的话，推论题的考法会怎么考你？来，各位，它会考你什么？譬如说，如果树变少了，则下列何者会发生？可以理解吗？或者是如果蚜虫变少了，何者会发生？它就是问你说，其中一个节点变化之后会影响到哪个东西？还记得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那一题吗？不用翻回去，你看，我们看到前面那一题，考法是如果某个生物变多或变少，对不对？你看这一次，你看题目上，刚刚前面这一题，如果某个生物变多或变少，下列何者会发生 ？OK， 好。或者是考你说为什么它为什么会减少或为什么会增加？好，就像这一题也是一样，它如果它就会考你什么？如果数变多了，则下列何者会发生？应该是蚜虫会变多，或者是如果蚜虫变多了，下列何者会发生？蚂蚁会变多，蚂蚁变多，下列何者会发生？树可以更受到保护，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或者是它会换回来问你推论原因，为什么树可以被保护？因为什么？因为蚂蚁赶走毛虫 ，OK 哦，好，在这边帮我括号写个考推论题，好，然后再来各位，你看第2段后面这边说跟你讲，可是我们意外发现什么？有一些品种其实不会维持共生关系，虽然给它树、给它蚜虫、给它蚂蚁，可是它就不会有共生关系，为什么呢？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的解释是什么？说哦，因为呢这些品种有强有弱，有些体质好，有些体质差，只有那些体质差的树才会希望蚂蚁去保护它，才会需要去做这一连串的这个利益交换。那如果今天体质强，不容易被天敌、被毛虫去啃的这些树种，它根本不需要付出代价，它就不屑去做这个共生关系。好，那我问你哦，如果考类比题的话，它会像什么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类比题可不可以考你说，下面哪一个情境符合文章中的互动关系？比如说一个小国在2个大国之间求生存，可不可以？好，国力强的小国，好，比如说是像瑞士，它可能不需要去跟别人交换什么东西，但国力弱的小国，那可能就需要干嘛？就需要去跟别人交换东西来取得保护，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他还考你的是什么？是类比题 ，OK， 好，来，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做个小总结哈，就是你遇到这种文章里面有在跟你去强调好几个主角之间的互动关系，谁导致谁，谁影响谁，谁跟谁合作，好，不管是商场上或者是生物学上，好，这些东西都要去联想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推论，什么意思？如果某个因素改变会影响谁，或者是某个因素改变是因为谁所影响所导致，是第一种。第2种叫类比，就这样去想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竞争呢，还是合作呢，还是互相交换呢 ？OK， 好，他会考你什么？等一下会考你说哪一个选项，里面讲的故事内容最符合文章中这种互动关系。OK， 好，那我会建议各位在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需要去想太多，好，你可以先做什么事情，先大概知道这边是一个互动关系。等一下真的遇到题目考你细节题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拿出你的笔记纸，帮我好好写笔记，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写笔记写什么东西？画出互动关系的逻辑链，帮助你来看选项的时候好好思考。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中间里面会跟大家强调实战中你要做的事情。好，因为实战中我们很多同学是他看文章的时候，他是抱持了一个很好玩的很好的方法，叫快乐阅读法。好，快乐阅读法的意思就是在看文章都把它当一般故事来看。他一不会去想后面文章会讲什么，2不会去想后面会考什么，3不会去想他怎么回答，他完全被文章的内容被选项
字面上的意思所主导。OK， 好，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很简单，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在人家题目还没有问到的时候，先看清楚出题者他想要出什么样的题目给你。OK 哦，好，来，我们来看各位第8篇文章开始，这边讲的是陈述语系的第4个特色，就是有一些这个陈述，我们刚刚前面第一个讲陈述历史时间先后嘛，对不对？第2个叫陈述什么？陈述比较嘛，对不对？第3个叫陈述互动，对不对？第4个叫什么？叫做陈述某些条件之下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某些情境之下才会发生的状况。也就是说，它在陈述的状况，它是有分 scenario 的，什么意思？比如说，景气好的时候会怎么样？景气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 ？OK， 利率高的时候怎么样？利率低的时候会怎么样？什么发生了什么先决条件之后，就会发生什么结果 ？OK， 在 A 地方会怎么样？在 B 地方会怎么样？这叫条件或情境的限定。好。他就会问你说，那假使我们今天在某个情境之下，下列何者会为真？就是推论题。像有这道题目，你看，来，一开始先跟你讲说，我们有2种情境，一种情境叫做我们在大陆法系，一种叫海洋法系。好，大陆法系是成文法，海洋法系是判例法，就是按照之前的判例来决定。OK 哦，这个大概如果你有学过法学概论，应该有学过的东西。好，然后跟你讲说什么？其实怎么样呢？以前都以为是英美法这种判例法比较注重人权，后来发现说，其实大陆法对女性更好。OK， 好，然后后来第2段跟你举例说明说什么？说举例而言，某一个地方，纽约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都知道吗？纽约其实一开始是谁的殖民地？是荷兰的殖民地，知道吗？好，一开始纽约的那个地方那个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OK 哦，很久很久以前啦。好，然后呢，后来呢？荷兰再把它让给什么？再把它让给英国。然后英国因为有约克郡，所以呢，英国就把这个地方叫纽约，新的约克郡的意思这样子。他说，以前荷兰怎么样？荷兰统治纽约的时候是用大陆法，然后大陆法呢是什么呢？寡妇可以获得亡夫的1半遗产。好，后来呢改成什么？换成这种就是所谓的 common law， 就是所谓的这个成文法。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亡夫的遗产都是受儿子继承。好，那你可以看到，他讲了2种不同的情境，对不对？一种情境叫做在大陆法系之下怎么分遗产，另外一种情境叫做在海洋法系之下怎么分遗产。好，那这时候你看他题目会考你，他题目会考你，像比如说第5题、第6题跟什么第8题，我看到，他会问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譬如说什么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在大陆法还是海洋法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考你某些条件之下会发生哪些事情。OK， 这是第1种考法哦。那你看，同样的这一题，各位应该有发现，这道题目其实它也有隐含了什么东西。那他问你哦，什么？一开始他讲海洋法，他讲大陆法的时候是什么？之前发生的在荷兰统治纽约是之前的事情，对不对？后来怎么样？18世纪之后是什么？英国去统治纽约，对不对？英国殖民纽约的吧？所以它是不是括号写它也隐含了历史的时间先后，对不对？它也会考你什么？请问这段时间的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或者是影响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OK， 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考你转类点。像你看第2道题就是考你转类点。当英美法取代大陆法实施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考你的是什么？那个转变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OK， 好，所以各位你看，像这种题目，我们就可以明确的知道，我们发现故事内容有历史前后的叙述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关注，到底前面跟后面的差别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影响，这个是它会考细节点重点。再来就是。当文章里面有出现什么，有出现 condition 不同的情境的时候，你就要去想，题干所强调的是哪一个情境哦，然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个情境后的状况之下，下列何者会为真？这样子 ，OK， 好，来，比如说我们看第9题的地方，好，第9题这个地方是属于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商场类型的题目，好，商业类型的题目。第9题说什么？说。有一种商业策略，就是叫做掠夺式定价，这个很好理解嘛？什么意思？把价格杀到你怕，对不对？我就宁愿要亏钱，我宁愿要亏到死，我也要先把你
逼到受不了赶出去，对不对？把对手逼到赶出去，等你出去之后，我再慢慢把价格涨回来，对吧 ？OK， 理解这种策略的可以举手吗？可以理解哈 ？OK 哦，很多人会那种财大气粗的财商会这样做，这样子。好，我宁愿赔钱也要把你赶出这个市场，好。然后接下来，作者去批评说，这种条件不一定成功。如果你要成功，它要满足某些前提。第一个，你够大，好。第二个是什么？你吃下来之后，你的产能也要足够供应整个市场，不然的话，对手还是会进来。第三个怎么样？你确定你把对手赶出去之后，你之前的损失能够cover回来，对不对？你会发现它有3个先决条件，对不对？它就会考你什么？来，我问你，如果它这个地方会考你什么东西？它会怎么样考你条件？来，我问你啊，它会怎么样考你条件？成功达到。第一种考法其实是像细节一样，对不对？如果要成功，至少需要满足下面这种条件，对不对？第二种考法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哪一种企业最有可能成功？大家懂我意思吗？下面哪一种情境最有可能成功 ？OK， 好，所以像这个地方它可能会考你什么？比如说第一个，请问哪一个就是下列何者是成功的条件？但因为它这边条件有给很多嘛，对不对？你看它给了3个，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考的时候他怎么考？他用 except 题考，他说何者不是？好，因为他给的条件不是只有一个，他给了3个，所以他干脆直接考你 except， 对不对？好，不然如果考你什么？如果只是考你何者不是，这样太浪费了，这样子，要懂哦？他直接考你 except 题这样子，好，然后呢，再来你看第3段这个地方，他也有讲什么呢？他也有讲说，作者认为成本是否能回收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不是也是一个条件，对不对？也是一个你要能成功的先决条件，对吧？那个情境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市场进入障碍是不是够高，如果不够高的话，怎么样？你容易把对手挤出去，对手也很容易再回来，这也是关键，对不对？所以你看下面的第5题，有没有看到它考你的是什么条件才能让你获利？条件叫做进入障碍高。好，所以注意哦，当文章里面去讲述某件事情要发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在某些条件之下的后果的话，你也要去注意这些条件。好，他也会去考你。第一个就是推论题，何者是条件，何者不是条件。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类比题，下面哪一个公司，哪一个选项符合文章中之类的这些条件，最有可能会成功实施这个策略，这样子。OK， 好，来我们看第10题的地方，来。第10题的地方，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文章里面第1段先跟你讲说，政府去公开自己的预算，是可以去怎么样呢？提升公众监督政府的效率，可以提供更好的监督服务。然后你看后面说什么？第2段跟你讲说，但是有一个前提叫做，你公开预算之后，民众必须要有监督能力。什么意思？如果民众根本不会去看财报的话，你公开出来也没有用。好。明智未开的情况下，你公开出来没人要看。就像台湾其实很早之前其实都有在公开议会质询的这些影片档，可是问题是，当大家还没有关心政治的时候，其实很少会去看这些东西，大家懂我意思吗 ？OK 吼，好，然后接下来跟你讲什么？对于国际而言，如果你预算公开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呢？让外国政府去检视你的这个国家的财务状况好不好？好，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是好的。你给别人看到你的财务状况很好，对方就有信心来投资你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看下面有考什么？你看到这个地方第2题说什么？如果政府发生下列何者，则最有可能无法收得文章的成效。文章里面那句话的成效，好，那句话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说什么？财政健康的政府会让外国愿意购买公债。也提供更优惠的利率，它的条件是什么？你至少财政健康嘛，对不对？如果你公开之后财政不健康的话，请问人家还会买吗？不会这样子 ，OK， 好，来，所以各位这边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好，简单来说，当你发现陈述语气里面，像刚刚这3篇文章有没有？好，
不同的法律系统状况之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不同的什么，就是要满足一个什么？要满足一个策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或者像刚刚我们看到这篇，就是说今天政府要能够成功的公开透明，然后呢来提升国外的投资的这个外国投资的这种就是意愿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OK， 他都会问你什么？好，他都会帮我回来这个标题这边打一个什么？打一个星号。好，他都会去问你推论题。会问你说，若某个条件达成，则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发生？好，或者是若下列何者发生，则怎么样呢？这间公司最有可能达成的什么条件？就是这样反过来问。OK， 好，把条件跟结果把它组合在一起，一个变题干，一个变选项。好，来，各位，好，我们在这边先跟各位休息5分钟，好不好？好，5分钟之后我们要进入的是这个今天公开课的第二个小班，我们是大概50分钟会休息5分钟这样的概念。OK， 好，大家可以先去上厕所、休息之类的，5分钟再回来继续。好。
好，来，我们准备要开始哦。好，对，就是5分钟这个短暂的时间要过去了。好，刚速度还可以吗？哦，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精华基金是比较多的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好，刚刚也在犹豫说这个速度要怎么样这样子。好，但是呢，各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不是在跟大家介绍这些故事的内容，那都没有意义，因为你知道的，基金中的几率对不对？好，它其实是什么？不一定会比想象那么高。但是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它中不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用这些基金来让你去看实战中的这些文章，出现某些语气、某些逻辑关系的时候，有哪些题目可能会考出来，它的出题者的方向会怎么去设计。不管你有没有中基金，只要你学会这些东西，你都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文章做得很好，这样子。OK， 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学的不是去学故事内容，故事内容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要学的是出题者希望怎么考你的东西。好，这也是我们在上不管是终结者课程或者是培训班进修班，我都一直强调的东西，这样子。OK， 好，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第2个章节。好，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单纯的叙述，对不对？好，单纯的叙述语气。那第2个章节我们要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讲的是，他如果开始论证的话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好，就是他今天并不是只是在单纯去叙述一个事实，他反而在跟你干嘛？他在跟你去讲、去推论，用一些证据啊，用一些就是 premise，用一些理由开始去推出一个他自己的论点，大家常常都知道文章里会有论点嘛，对不对？好，来。第一个，它会出现什么语气？第一个叫实验，所以他可能会去给你讲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对不对？然后再用这个结果去推出一个论点，或者是说今天有一个论点，他去验证它是不是对的。好，我们来看第11题这个地方。好，第一段没什么重点，第一段只是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去研究一些双语使用者。好，接下来重点是它的假说。这边有2个假说，第一个假说叫做 OK， 不同语言所学到的知识不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说你用英文学到的东西存在英语脑，你用中文学到的东西存在中文脑。所以很多同学有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我考GMAT，我明明以前的这个逻辑不错，但是为什么我考GMAT变那么笨？是不是因为我以前逻辑都用中文学的？所以呢，我可能以前学到的东西都存在中文脑里面。好，然后呢，考GMAT是用英文，那这样我就无法动用我以前的这个智力，是不是我在英文世界有点白痴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另外一种理论是怎么样？说什么？你学到的东西都是共用的，你用不同语言学到的都是共用的。OK， 这就是2派不同的假说。好，来，我们来看第2段，这个才是重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实验的部分。好，如果文章里面，对不对？好，他要去跟你讲述实验的话，看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我们组织一个班级，然后故意去设计怎么样的？好，就是1、2年级用西班牙文教学，3年级用英文教学，等于说我们基础的东西用西班牙文教，然后呢进阶的东西用英文教，然后结果最后发现什么？基础表现就是用西班牙文教学的时候，1、2年级表现好的学生，3年级的时候也表现很好。那所以他今天这个实验是证实了谁？证实了说，其实不同语言学到的就是可以共用，可以理解吧？你用西班牙文学的基础，换到了用英文学高等数学，也是可以共用的。基础表现好的人，后面也表现好，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最后认为说，其实这样东西可以共用。来，遇到这种实验类型的题，也就是文章里面在去讲述实验的，他会怎么去考你呢？很简单，来，各位，请你帮我打上星号。好，有2种考法，第一种，实验证明了什么？考你何者为真。OK， 他会问你，请问这个实验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什么结论？这是第一个考法。好，那现在我就来问哦。好，请问你，如果这个题目，对，你刚问过了。好，来，如果这个题目考你说，请问这个实验最后证明了什么？你会怎么回答？OK， 所有的语言都是用同一个区块来储存知识的，对不对？很好 ，OK 哦。好，就是所有的语言所学到的知识都是用同一个区块来储存的。好，第2种考法是什么呢？第2个考法帮我打个星号，写 CR。
就是他会问你说这个实验我们要怎么去削弱，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假设，或者是评估。OK， 好，那我现在随便问哦，好，问你，如果今天他问你说，要怎么去削弱这个实验，你会怎么回答？随便空几个点，除了说教授在睡觉之外，OK， 除了说做实验者什么就是脑袋智障之外，随便空几个点。很好，数学没办法代表就是正常的知识，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有可能今天这个教室里面老师所使用的教学方法，1、2年级和3年级不一样，对不对？OK 哦，就是老师不一样，就1、2年级教西班牙文的人教的就是老师教的特别好，或者之类的，3年级人教的特别烂，那懂我意思吗？OK 哦，好，所以像这种方式，就是我们要看文章的时候，要想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实验最后说明了什么结论。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评估这个实验是不是对的。OK 哦，好，用这2个方向来想，这样子。好，来各位，我们来看第12道题目。P16跟蛋白质跟细胞分裂。文章一开始跟你讲旧观点说 P16这个细胞这个基因可以去抑制细胞分裂。好，然后呢，就是避免人体会过度老化，这是第一段旧论点。然后呢，你看第2段说什么？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做出来，最后结果是反驳旧论点。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研究，发现说什么呢？我们去对老鼠的肌肉每3天注射一次 P16基因的药物去对照，结果发现说什么？肌肉细胞老化的速度变得缓慢。OK， 好，然后呢，发现心脏部分因没有注射药物，衰老速度是正常的。OK， 来，首先第一个，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这个实验如果他要考你题目，他会考什么样的题目？来，如果他这边要考你题目的话，第一个题目他会考什么题目？如果考你何者为证，那怎么考？考你推论题，考你何者为证？来，会怎么考？还记得吗？它就是很简单的考你说这个实验能推出什么结论，对不对 ？OK 哦，好，像这个地方它考你的推出什么结论是什么？证明了 P16一样 ，P16的确可以减缓细胞老化，可以理解吗 ？OK 哦，好，再来，它第2种考法是什么？去让你评估这个题目，评估这个实验，对不对？好，那我就来问哦，来我问你哦，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个实验？你觉得这个实验哪里有漏洞？如果要你削弱的话，你会怎么削弱它？随便讲一个方向。很好 ，OK 哦，好，是不是今天就是应该说是不是今天有别的基因被影响，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注射的药物不是只会影响 P16基因，而会影响 P17、P18的话，你怎么就不能证明是 P16基因，对不对？对吧？或者可以怎么样？可以说老鼠的细胞跟人的细胞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实验就算证明了老鼠的细胞会受到老化，但不代表说人也可以有这个情况，搞不好老鼠身体比较特殊这样子 ，OK？这种的实验可以讲什么呢？我们注射的时候，对不对？可能 maybe 今天我们使用的什么环境没有清理干净，所以可能有其他的物质混进去，是其他的物质影响细胞老化，也可以。能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所以各位，好，我们再来看第13题，再来练习一次。好，来，一开始的主题跟你讲说，到底道德有没有普世的标准？好，就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在亚洲，可能我们觉得普遍的道德观是一夫一妻，好，但是换了一个文化，maybe阿拉伯就变成是一夫多妻，然后再譬如说，在文明世界，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不应该要吃人肉，但是在某些亚马逊的部落，他们可能又觉得吃人肉是一种纪念的仪式，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是一种尊敬的行为。我吃他的肉，代表我很尊敬他，对不对？好，所以每个文化道德到底有没有一个普世的标准？是不是有一个是全世界的人类都能认同这就是道德的东西？好，然后呢，你看有2派争论的，一派说有，一派说没有，一派说这世界上一定有什么所有人都认同的道德准则，比如说真善美这种概念 ，OK， 要诚实，或者是不能杀人，或者是对要怎么样，要同情这种东西。好，另一派认为没有，道德是相对的，有相对的善就有相对的恶。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标准 ，OK， 好，其实就很像是所谓的这种性善恶论或性恶论的概念这样子。好，那你看他去用实验去评估怎么样
去评估说到底双方论点是不是对的，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实验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他说我们给出几个现实情境的故事，比如说很像是说今天可能有一台火车原本要撞上5个人 ，OK， 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对不对？今天你手上有一个什么改变火车轨道的那个开关，另外一边只有1个人，你会不会改？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对不对？类似这种情境的故事 ，OK， 道德困境的故事，好，结果发现怎么样呢？个性比较开放，就是比较那种就是外向的人，他们比较偏向怎么样？比较偏向道德是相对的，对，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而个性比较内敛、比较什么、比较避俗的人，他们心里面会比较固执，他们会觉得道德就是一个单一的标准，不太会去变通。好，来，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你，这种题目会考的第一种题型是什么？这个地方的实验会考的第一种是什么？来，第一种叫推论题的，来，合者为论题对不对？你觉得它会怎么考？会怎么考？最简单的就是什么？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那懂吗？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道德的标准跟人的性格有关系，能懂吗？好，那我再问你哦，如果今天他考你的是逻辑题，他问你怎么削弱，你要怎么削弱？你要怎么攻击这个实验？来，怎么样攻击？譬如说第一个，这些人是不是除了性格开放避暑之外，他们的成长环境有不同，对不对？所以跟他们的性格可能没有关系，可能跟什么他们过去所遇到的经验有关系，对不对？或者跟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教育也有关系。OK， 好，后来还有怎么样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人他们遇到的情境，好，实验里面这个设计的这个现实情境的故事，搞不好设计的不好，所以这些现实情境的故事其实并不能够反映什么，并不能够正确的反映道德抉择，可以理解吗？就是实验者他们设计实验的时候，他们挑的故事，他们设计的问卷本来就设计错误了，他们设计的很烂，所以导致说这个故事里面做出不同的选择，根本不等于不能反映道德是不是不一样，那懂哈 ？OK， 好，来，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它的论证形式是用做实验的方式来论证的话，注意看文章的时候注意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它到底证明了什么结论？它就是考核者为真题。第二个方向，我等一下如果要我攻击它的话，我到底会怎么攻击？当然这个东西我知道大家 CRT 有学过，对不对？好，包括我们在 CR 培训班或者是我们在 CR 的时候教大家怎么做，对不对？你可以攻击它的样本。有其他变异，你也可以攻击它的取样不完全，对吧？你甚至也可以攻击说它的整个实验过程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OK 咯，好，所以这边要请大家回去复习哦。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第2种论证的形式，叫证据。你说实验跟证据有什么差别呢？很简单，实验是做出来的，证据是客观你收集到的事实。OK， 比如说你去挖考，你去挖遗迹，你发现了什么证据？比如说今天你去看化石，你去研究化石，发现了什么证据 ？OK， 来，那你用这个证据来去证明你的结论，这叫做论证。OK， 好，来，他会怎么考你？我们来看第14道题。你看，他一看先跟你讲说，我们认为怎么样？某一种矿物，某一种含铜的矿物跟火山形成的机制密切相关。可是问题是我们没办法目前没办法直接证明，为什么？因为火山形成的温度是很高的，所以呢，这些东西就算有，也被融化掉了，也消失了，被蒸发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确定到底这个火山形成的机制是不是什么，是不是跟这个矿物是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就算有也找不到了，因为温度太高会被蒸发掉。好，那我们要怎么证明？看看后面怎么证明。他说，虽然我们看不到这种矿石，但是这种矿石怎么样呢？里面有一种细菌，所以我们只要找到这个细菌，就能够代表当时有这种矿石，可以理解吗？矿石本身会蒸发，但是细菌不会蒸发，所以呢，就算我们找不到这个矿石，我们也可以去看有没有这种专属的细菌存在。只要有这种细菌存在，我们就能够证明这边有那种矿石存在。OK 哦，好，来，然后最后怎么样呢？然后你看后面有什么证据？你看第一个，他先跟你讲说有
有这个证据，我们找到这种细菌的，这叫间接证据，对不对？所以证明当时可能有这个矿石。第二个证据是什么？第二个证据就是这种矿石的分布的那个形状，跟火山地震带的分布是一样的。因为地震带是火山所形成的，然后如果矿石的分布跟地震带的分布长相很类似，形状很类似的话，那能证明的是什么？这种矿石跟什么？跟火山的形成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他在干嘛？他不是在做实验，对不对？对吧？他这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干嘛？观察出来的证据，对不对？来，像这种证据会考你什么呢？会考你什么？会考你何者，就是何者为证。好 ，OK， 他会问你说文章里面拿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结论？好，像你看第二道题就会考你什么？下列何者可以加强这种矿石跟火山的关联性？然后它里面的选项写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第3段写的内容，就是这种矿石的地点出现的地点跟火山地震带的地点位置是一样的，这样子。OK， 好，来，好，所以请帮我在这个标题这边写上哦。如果给的是证据的话，会问你何者为证。好，会问你何者为证这样子。何者为真？他是怎么问？就很简单，就是什么文章用了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结论？好，就是问你这个证据写成选项会怎么写这样概念。OK， 好，来，我们来看第15题的地方。第15题的地方先跟你讲说，传统的超新星爆炸之后会变成脉冲星。OK， 好，然后呢，脉冲星在爆炸之后，对不对？脉冲星的那个能量就会慢慢的释放，然后慢慢的没有，然后就越来越慢，它转会越来越慢。OK， 好。第二段跟你讲说，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某一种特殊的脉冲星，它是老而不衰，所以随着时间过去，它虽然越来越老，但是它的能量却不会越来越弱。为什么？其他老的都是老而衰，对不对？越老越衰。为什么这个老人是老当益壮这样的概念 ？OK， 到底为什么老当益壮呢？学者的假说说什么？我猜啦，你这个老人一定是吸血鬼，什么意思？虽然你老了，但是你的能量却没有变少，一定是你吸了附近的星球的能量，这叫假说，对不对 ？OK， 接下来第3段说什么？我们用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假说。你看还有什么证据？的确有能量被观察到有转移。再来怎么样呢？再来就是99%的星球都是什么？这个证据其实还好，这个证据可能是因为基金回报不完整，所以它没有写得很完整。好，然后第3个，他也观察到的确有星球是被脉冲星吸光质量的。OK 哦，好，那他就会考你什么？他来，请问，如果他要考何者为真，会怎么考你？哎，你觉得他会怎么考你？这题如果要考你何者为真，他的题目会怎么问？他给你的3个证据，对不对？对吧？你觉得他会怎么问？来，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为什么问？来，随便讲一个。什么？如果有一颗星能量被吸光了，是不是有脉冲星在旁边？对不对？这边的问法非常简单，就是文章拿了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问何者，就是问证据本身是什么内容这样概念。OK 哦，好，他就直接问说，请问下列何者是文章提过能够证明假说的证据？那当然这个地方因为有3种理由嘛，对不对？所以他会考什么题目？何者为非？这样懂我意思吗？下列何者不是证据？这样懂吗？不是文章提到过的证据，这样子。好，来，所以遇到这种正面论证、正面拿证据去证实论点的时候的题目的时候，他会考你的是，请问文章使用哪一个证据来证明的结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考你 supporting idea。大家常常听到的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就是这种题目。OK， 文章用了什么样的 supporting idea？ 好，再来另外一种反证，来，什么叫反证？
来，请问各位，什么叫反证？证据跟反证有什么差别？什么叫 counter evidence？ 对，这个 counter evidence， 你觉得什么意思？来，觉得什么意思？对，这个时候的证据不是拿来去支持，对不对？而是拿来推翻东西，对不对？好，如果你发现文章在论证的过程中，他所提出的证据不是拿来干嘛？不是拿来去支持什么东西，而是拿来推翻什么东西的时候，这我们把它叫反证。OK， 好，这会考什么题型呢？我们来看这道题目。好，你看这道题目它的主题非常明确，叫做月球是怎么形成的？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好，然后呢，前面第一段就跟你讲了，是3种假说。第一种假说是它跟地球是同一种时间形成的，好，跟地球是兄弟这样子。第二种假说是什么？月球原本是流浪河，突然有一天怎么样呢？偶然遇见地球，就被地球的引力俘获。俘获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突然被吸走。OK 哦，好，就是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假说叫亲生兄弟。好，第二个假说说什么？两个人本来不认识，有一天突然怎么样呢？路上相遇就被吸引了。哦，很像我最近在看的韩剧的剧情这样子。OK， 好，来，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怎么样呢？月球原本是地球的一部分，后来地球不小心转太快，把身上的肉甩掉，就变成月球。OK， 好，我没有看过这种韩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OK， 好，来，接下来呢，第二段你看，它3个理论都被反驳，对不对？它第一个反驳的理说不是同时形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表面的金属的含量跟地球不太一样。再来就是什么？月球的这个核心大小比地球小，不太像是同一个时间形成，所以它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成分含量不同，跟地球不同。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核心太小，跟地球比起来核心太小。OK， 好，来，请帮我在反证这边，好，帮我打个星号写，它会考什么题目？会考你反向推论题。什么叫反向推论呢？应该没有听过这种题型吧？对不对？很简单，反向推论的意思就是，他会把文章，因为这个地方是文章里面一个旧论点被反驳嘛，对不对？一个论点被这个证据所反驳的吧？他会问你怎么问呢？他会问你说，如果这个证据不存在的话，则下列何者会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他问你说，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月球跟地球的金属含量没有不一样的话，则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为真？很简单，是什么？月球跟地球更有可能是同时形成，可以理解吗？好，或者是如果月球的 core 跟地球的 core 比起来大小没有差太多的话，那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发生？就是原本的论点更有可能成立，这样懂我意思哈？叫反向推论题。或者是他会问你说，如果论点一要是对的话，如果月球跟地球要是同时形成的话，则下列何者必须为真？那就是什么？它们的金属含量应该要一样，或者是什么？它们的 size 必须要相同。来，有看过这种题目的可以举手吗？有记得吗？文章里虽然是写某个证据反对了某个结论，但他会问你说，如果这个证据不存在的话，论点会怎么样？或者是如果这个被反驳的论点要是对的话，则下列何者必须要是对的？有看过这种题目吗？有哦 ，OK 哦，好，来，那你看第2道题，来，如果月球是被地球用引力抓过来的话，那月球的转动应该要更慢才会被抓住。所以换句话说，月球的转动怎么样呢？其实并没有那么慢，对不对？对吧 ？OK， 来，那我问你，他会考你什么题目？反向推论。如果好，现在如果问你一个题目叫做假设俘获这个理论 ，capture 这个理论是对的话，则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发生？应该是什么？月球的转动应该怎么样？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慢，对不对？对吧？或者是什么？如果有一道题目问你说，如果月球题干问你，如果月球的转动比现在更慢，则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发生？就是什么 capture 这个理论更有可能是对的，但懂我意思吗 ？OK， 好，
那当然，下面这个地方你可以回去练习。为什么？你看，因为我帮你找到了哦。我整理出来基金里面这些题目都考出来了。你看，假设 fission 理论正确，下列何者为正 ？OK， 好，那个什么横杠掉的地方，好，是我在基金里面写横杠掉的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考生回报出来，虽然逻辑基本正确，可是考试不太会写那么简略。好，所以杠掉的地方的意思就是什么？建议大家先不要看，你先自己思考 ，OK 哦。像你看哦，来，你看到它下面会问你说，下列何者证据可以削弱对 capture 的反驳？下列何者可以削弱对 concurrence 反驳？都是同种类型的题型，意思就是，如果怎么样呢？如果你要让被反驳的论点成立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文章里的反对证据要不存在。OK， 好，这种东西我们把它叫反向推论题，意思就是文章里面的逻辑叫做一个论点被反驳了，可是选项的推论方向会是什么？会是问你说，如果这个论点要躲过一劫，不要被反驳，则下列何者必须要发生？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让那个反对证据反过来讲就好了，对不对？如果原本被杀掉论点要复活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让杀他的那个证据消失，那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这叫反向推论题。好，来，同理，我们看第17题的地方。第17题问你说，为何金星的表面那么的光滑？来，帮我把"滑"这个字改掉。好，来，不好意思，打错字。好，为何金星的表面如此的光滑，没有任何的痕迹？好，就是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坑坑巴巴的。好，因为有很多陨石撞击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金星的表面几乎没有什么陨石撞击，不像月亮一样这样子？好，来，你看第二段说什么？第一个解释叫做，因为金星的地表有很多风化运动 ，OK， 就是说什么有潮汐啊，什么鬼的哈，然后有那个风啊，吹得很激烈吧，那么地表上的所有的那种就是不同的地形就抹平了这样子 ，OK， 或者是什么造山运动之类的哈。学者反驳说什么呢？说你看啊，没有水啊，也没有温啊，也没有温度，也没有微风，对不对？风也不大，所以根本不会有风化侵蚀运动。来这边帮我画到一些反证，这边是不是很明显就是反证，对不对？对吧？然后呢，没有造山运动也是反证，对不对？他就是用这些说没有水，没有水，没有大风，没有造山运动，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风化侵蚀运动，对不对？那我问你，这道题目可以怎么考？如果要考你反向推论，会怎么考？那你觉得会怎么考？要反过来问，你们觉得会怎么考？来，如果要有风化侵蚀运动的话，对不对？下列何者会为正？可以理解吧 ？OK， 这道题目可以考你说，如果要有风化侵蚀运动的话，则下列何者必须要为正？那我问你，答案会是什么？对，就是答案会是金星上应该会比现在观察到还多水，还有就是什么，金星上的风应该会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大，这懂我意思吗？哦，对，很简单，就是文章中拿来反驳的证据消失了，讲反过来了，你的论点就自动成立了。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再做一次练习，你看下面这个地方，好，下面说什么？说另外一个解释叫做是火山的岩浆把坑洞很填平。好，不是风化运动，而是说原本有坑洞，只是火山的岩浆把那个坑洞填平了，所以才没那么光滑。那你看作者用什么反对证据来反驳解释了？说作者认为啊，不对啊，因为火山喷发的痕迹跟什么，跟金星的地表痕迹是不吻合的。好，那我问你，这道题目还会怎么考你反向推论？来，题目是什么？你觉得反向推论的题目应该怎么写？若怎么样？若是如果火山岩浆的那个跟痕迹符合的话，会怎么样？哦，对，这是一种考法，但是这是正向推论。对，它是一种考法，没有错，你讲对了。好，就是如果今天证据不存在，则论点更有可能成立，对不对？
你讲对了，其实第一种考法就是像你说，我可以说，如果地表上痕迹符合的话，那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发生？那就是什么？更有可能是岩浆把坑洞填平，对不对？对吧？第二种考法很简单，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论点要是对的，如果火山岩浆把坑洞填平，如果 Philip 的论点要是对的，则下列何者最需要维生？那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痕迹是符合的，对不对？看懂哦？它有两种考法，没有错，同学讲对了，就是一种考法叫做，如果错的论点要变对，则下列何者需要是对的，对不对？第二种考法是说，如果怎么样反驳的证据不存在，则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是对的？那就是什么？原本的论点会是对的。OK， 好，来，反向推论的意思就是，当文章中出现反证的时候，选那个题目会把那个反证的证据倒过来讲。OK， 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叫补充结论。好，到这边就是什么？开始是评估咯。评估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去 judge 一个想法，好，我们去 judge 说别人的论点好或不好，你反驳他或支持他的概念。OK， 好，来第一个要小心的评估是补充结论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态度，他在回应别人的时候，他在 judge 别人的论点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你的论点是错的。OK， 好，他只是说你的论点可能，比如说第一个，你没有考虑到某些重点；第二个，可能是你的论点哪些地方稍有不足，我帮你去补充，帮你去修正。好，这种态度要特别的小心。OK 哦，好，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18题。第18题的地方，你看哦，文章里面跟你讲说，传统观点认为农业可以带来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好，使得人口成长。OK， 这是我们都知道说农业怎么样呢？好，你只要有种田就有食物嘛。像我在玩那种世纪帝国的时候，一定要一开始要先去杀羊，好，然后要那个叫一支村民去杀野猪，这叫采集。OK， 好，游牧这样子。然后玩到后来怎么样呢？就要开始怎么样？派4个村民去种田。OK， 为什么？因为种田才能够把木材换成什么？换成食物，才有比较稳定的人口增长。OK， 好，来，这个叫什么？这叫传统观点。但作者提出新观点，说什么？不可忽略的是，来看，不可忽略的是，相对于农业，游牧业有不少优势。OK， 好，你们看到，他说什么？他说，比如说今天在恶劣的环境之下，怎么样的游牧业其实就是什么？你可以不用工作太久的时间，对不对？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什么？你养育不同的牲畜，不好意思，好来，养育不同的牲畜你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好，就是你如果今天是农业社会的话，人口那么密集，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武汉肺炎之类东西存在，然后传染疾病，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你看他说游牧业可以避免社会冲突，为什么？你如果是种田的话，你跟隔壁人闹翻了，你就要跟他变世仇 ，OK？ 好，因为你们在同块土地上面，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游牧业的话，对不对？你就可以干嘛？就可以一走了之，什么意思？带你的羊走掉这样子 ，OK？ 好，就不会有冲突 ，OK？ 好，来各位，你看哦，在这个地方里面，我问你一件事情，原文旧观点所讲的农业的好处，请问新观点有把它否定掉吗？你有没有发现，新观点强调的是什么？以前没有看到的优势，对不对？但不代表旧观点的论点是错的，对不对？这种态度就叫做补充态度 ，OK？ 这种就叫补充态度。那这种题目会怎么考你呢？各位，请帮我怎么样呢？请帮我在这边打一个星号。好，它会考你什么？态度过重。什么叫态度过重的混淆选项？就是说，他会特别去问你作者是怎么回应旧观点，或者是文章里面作者的主旨是什么。好，他会刻意的把作者的态度硬去解读成是否定旧观点的论点，这样懂我意思吗？比如说这篇文章，他可能就会用混淆选项，会跟你讲说，作者认为农业社会怎么样的？对，农业社会很烂，好，或者是农业社会怎么样的？食物来源不稳定，人口不会成长。他就会去过度解读，实际上作者根本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作者只是说什么？只是说游牧业也有不少的优势，但不代表说什么你就烂，真的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要小心
混淆选项的过度解读问题，好，态度压得过重，好，补充结论这种类型的语气，它最会出这种混淆选项。好，那你看像第19篇文章，女性传记这篇文章，好，你看哦，第一段跟你讲说，学者就是某一个学者他去研究女性自己写的书信 ，OK， 好，然后发现说什么呢？过去跟这些女性第一手亲手写的书信的内容，跟什么？跟就是男性描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好，以前怎么样的历史都是由男性研究，然后后来换成由女性就是后来去研究女性写的历史，发现这个描述的内容不太一样。然后呢，你看第二段说什么？过去的历史却忽略了当时女性地位的私人领域改变。那我问你一件事情，请问这个作者有去否定过去的历史研究吗？有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强调是什么？他还强调的是记载不多，对不对？强调的是忽略，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作者这新的学者对就论点的回应是什么？只是单纯的补充你没有 cover 到的一部分。但是呢，怎么样？混淆选项会刻意把它推成说这一个新的学者去否定了旧的研究成果，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特别小心这种论证问题。再来，第二种评估的过程中你要小心的态度叫做 insufficient purpose， 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是什么？你在攻击前面吗？不对，你只是在帮前面做修正补充，这第一种。第二种是你的确在攻击前面。只是你攻击的不是人家的结论，你没有说人家的结论是错的，你在说的攻击是什么？是攻击人家前面架构论点的时候所使用的证据 premise 跟推论过程的逻辑连结是不对的，叫 insufficient。就像我们讲说，某一个嫌疑犯因为罪证不足，所以呢被释放。请问你这个人真的没有犯罪或没有杀人吗？其实不一定，这样懂我意思吗？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而已，只是证明说，只是能够代表说，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杀人 ，OK， 但不代表说这个人一辈子一定没有杀人 ，OK 哦，好，所以注意哦，攻击，如果你发现新的态度在攻击的时候，在攻击他的对方的证据，或攻击对方的推论过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会考你什么？也会考你态度过重，帮我把它打星号写态度过重。好，这个中间的同学应该有听我讲过嘛，对不对？好，来各位，态度过重会怎么考呢？比如说我们看第20题这个地方，好，他说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经济结构迅速改变，很多年轻人离乡背井去大城市工作，然后呢长大之后就留在台北这样子，好，然后呢跟老家就疏远了这样子 ，OK 好，然后第二段说什么？说有学者不同意啊，说你看我们还找到当时的家书，你看当时上来台北打拼的人，他们写的家书回去都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给我20万 ，OK 好之类的概念哦。你看他还是用亲爱的，代表说什么意思？他是人家的那个家庭关系还是很好啊，对不对 ？OK 好，然后第3段作者说什么？你这个不太对，为什么？家书这个证据不能当做是好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因为书信的语气可以假装，这懂我意思吗？然后问你一件事情哦，请问作者在攻击什么东西？攻击证据的，来帮我把这个证据圈起来。好，攻击证据。那我问你哦，到底今天当时的亲属关系有没有疏远？你觉得有的可以举手吗？你觉得没有的可以举手吗？你觉得不能确定的可以举手吗？很好，听懂我意思吗？作者攻击的是证据，他跟你讲的是你的证据好像不太对，好，但不代表说作者一定认为有疏远或没有疏远，听懂哦 ？OK， 好，来，所以你看下面的题目，你会发现，他的文章出题并不是说你在论证说某个观点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是什么？是在说明判断某观点正确与否的困难。你会发现，他的态度写得非常的特别哦。不是说证明某观点，或者是说什么反证某观点，对不对？或者是反驳某观点，而是什么？说明某个观点目前还没有结论。那你看下面他问作者态度的时候，也是选项写得很特别哦，并不是说亲属关系变得疏远，也不是说亲属关系变得紧密，而是什么？无法表示出，不足以表示出亲属关系的变化。OK， 好，来再来，我们来看第21。好，来，
第21个文章。你看一开始跟你讲说，地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过去的历史上某一段时期，地球的温度特别暖。OK， 好，跟我们用模型、用全球暖化模型估出来的历史不一样。我们用模型去估的话，应该过去的地球应该会是某温度，比如说-10度，就发现过去的地球竟然怎么样呢？是+10度。这个差别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地球变得特别暖？然后后面怎么样呢？第二段说什么？说有学者开始重新算一次，重新用一次模型，好，重新做了一个电脑模型，然后去重新算一次过去地球上二氧化碳的含量，想要算出一个新的模型可以去解释它。那你看作者怎么批评？对，学者怎么批评？学者说，你的推导模型的设计就有问题，你的模型里面是怎么样的？设定成什么？设定成是二氧化碳浓度是因，地球温度是果，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 CO2 会影响地球温度，是单向。可是这位学者认为不是只有单向，认为怎么样？认为你的模型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方向，叫做温度的高低也会去影响二氧化碳的多少。比如说，温度高的时候，植物生长得快，所以光合作用怎么样？进行的比较快，对不对？温度低的时候，植物休眠，所以光合作用进行的比较慢。好，所以各位你看哦，这个地方他在批评、在反对的是谁？在反对的是这个模型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吗？其实不是，他还反对什么？在反对对方设计模型的时候，中间所设计的过程，对不对？对方去算结果的中间，它的中间的那个 premise 是什么？是假定说二氧化碳会单向的影响温度，但这个人在反对的是什么？在反对的是不是这样单向的影响？有可能是双向。那我问你，这个模型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的吗？你觉得一定错的可以举手吗？你觉得一定对的可以举手吗？你觉得不一定的可以举手吗？对 ，OK 哦，好，其实作者真的态度是什么？是不一定。他攻击的叫做你做的过程是错的，但是你的结果有没有办法误打误撞做对呢？其实有可能，对不对？再懂哦 ？OK， 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各位注意哦，不管是补充语气或者是论证过程，你都要小心。好，补充语气真正的态度是什么？是赞同前面的论点，只是帮你补充不足的地方。好，然后呢，论证过程的语气真正的态度是什么？攻击论证过程真正的态度是什么？是结论未定，不确定你的论点是对还是错。这两种语气，作者GMAT 都会在主旨题、态度题的设计上面会有混淆选项，刻意要引导你去选到作者否定了前者的结论 ，OK， 或学者否定了前者的结论。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跟大家休息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最后来看最后的部分，这样子。好，我们再休息5分钟 ，OK。就看一下，不好意思，对，怎么多一篇？没事没事，对。
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我们现在开始了这样子。OK， 好，2次的下课应该大家还可以习惯吗？好，这是那个 Mason 教我的。好 ，Mason 说就是如果上2-3个小时只有1次下课的话，会天怒人怨。对，对，就是他就叫我说，那你就 GRE 的 Mason 教，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是这样，就是分成2次下课。然后这样子厕所比较不会排队，这样子，大家这样 OK 吗？好，2次下课，短下课应该还 OK 吧？这样子 OK， 好，各位，好，你们今天不是有发布新闻吗？新闻说什么知道吗？就是什么现在所有好像说什么亚洲20几个国家，对不对？好，去了之后回来都要14天居家检疫嘛，就是不能出去这样子。好，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我又想了一下，发现好像现在哪里都不能去了，对不对？对吧？日本、南韩更不用讲嘛，然后泰国、马来西亚、什么越南什么鬼都不能去，然后欧洲也不行嘛，对不对？然后美国还有很多州可以去，美国好像只有3个州被禁，对不对？对啊。那大家清明年假要干嘛？念书 ，OK， 好，就念书这样子。好，不要学我一样，我是228时候我都把时间浪费在哪里，你知道吗？看韩剧 ，OK， 我最近在看那个。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讲了，看着回去 follow 这样子 ，OK。我发现考生什么都不会做，最会做的就是看剧 ，OK。好，对，但是那个真的蛮好看的，离开一个真的蛮好看的 ，OK。这样子，好，对，好，来 ，OK。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们今天来上第3个阶段，好，第3个阶段是讲什么东西呢？在讲的是这个，就是好，我们来看哦，等一下。我刚才讲韩剧的东西，不好意思，我忘我要讲什么。好，我们看这个第22篇的地方。好，来帮我把调和观点这边打个星号。调和观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文章你会发现作者的态度并没有在刻意的支持或反对哪一方，而是干嘛？而是可能各取其长，各取其短。OK， 说这边有一部分是对的，那边有一部分是对的，然后作者最后的态度是综合2家的论点，说其实两边各有，比如说2个方法各有不同的适用时机，你要小心用，或者是说2个论点各有它对的地方，也有它错的地方。OK 哦，好，所以各位为什么要小心2件事情？第一个叫做比较，就是文章里可能会去强调说，题目会问你说，请问论点1跟论点2之间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二个要小心的是什么？也是一样，可是要小心态度过重。OK， 那注意，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吗？如果是跟论点有关的比较，它会用什么样的设计？它会用什么样的写法写出来？还记得吗？是什么？抱持论点1的人会怎么回应论点2，对不对？或者是论点1的人，学者1会怎么样？会同意或不同意学者2的哪一句话，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那论点类型的比较，它的题目写法会是其中一方的论点会怎么样去回应另外一方的论点，或者是会不同意另外一个学者的哪一句话 ？OK， 好，来我们来看这道题目哦。好，这个第22题哦，主题叫做什么？主题叫做企业要怎么样用竞争力分析来取得优势。OK， 那他说有2种策略，对不对？第一种策略是什么？我们请专业分析师来分析。好，我们请那我们的 Mackenzie 来
，OK， 去做我们公司的顾问案这样子，好。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公司内部的人才，去叫公司内部的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就是老成专家，好来做分析 ，OK， 好，一种是请外部的人才做分析，一种是请内部公司的老成做分析，好，然后你看哦，第二段可以干嘛？跟你去综合评估说两种方法的优劣势，对不对？好，比如说长期效果来说是什么？请外部的人才比较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再来说，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内部的人才怎么样呢？其实有另外的好处是什么？有另外的好处是省时，对不对？对吧？好，然后你看后面又可以跟你分析什么？分析说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劣势。比如说，专业分析师的优势是品质较好，但是个人主义会高涨。OK， 好。那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老臣来分析，品质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大局观，对不对？好。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作者其实并没有要刻意偏向哪一方，对吧？那这个时候我问你什么叫态度过重？意思就是混淆选项会刻意的是怎么设计？作者完全肯定某方，大家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然后再来，像你看这道题目有没有发现？好，下面这个地方怎么样？它也有考你说那个比较的内容，对不对？像第二题，它就highlight起某个比较，问你说为什么他说品质较好？到底品质较好的意义在哪里？问你比较的内容是什么？像或者第三项，请问 Fast Tracker 这个方法相较于另外一个方法的优点是什么？对不对？这就是问你比较 ，OK 哦，好，所以一样，像这种题目类型，对不对？像这种调和观点，会有两种问法。第一种是什么？问你两个论点的区别。第二种问法，第二种是混淆选项的设计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态度过重 ，OK 哦，好，态度过重这样子，就是他会刻意的把作者有优有劣的评价。变成说它完全偏向某个论点。好，大家看第23题，看第23题这个地方主题叫什么？全球暖化到底会为农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是主文章的主题。第二段的观点一认为对农业会有害。OK， 对农业会有害，因为全球暖化会让土壤变得干燥，不利于农业生长。哦，然后观点二认为怎么样呢？土壤湿度其实不会变低，土壤会变得潮湿。为什么？因为全球暖化会让什么山上的一些雪水可以怎么样呢？流下来，提早滋润土壤。好，所以这两个观点对立观点，一派认为是什么？一派认为是会让土壤变得更干，另外一派认为是会让土壤变得更湿。OK， 好，那你看今天第三派观点怎么调和他们？他说，你们两个都不要靠腰，对不对？其实重点不在土壤温度湿度，而是什么？而是二氧化碳其实对植物本身就是好的。你会发现，他对两个观点的评价没有说支持某一方或否定的，我不是否定，说他完全否定了两方，对不对？但他并没有说去支持其中一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小心，题目会考你怎么样？第一个叫做两个观点的区别。那我问你，如果考你两个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到底土壤湿度是高还是低，对不对？对吧？前面两个观点的区别。那如果考你作者的态度的混淆选项会是什么？会是作者支持观点一或者支持观点二，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那你看它里面也有去考你什么？也有考你两个人的各自的看法的对比，还有就是其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相同点。像你看第4题的考法就是通过8号写相同点，一个学者同意另外的学者的什么叙述？他的意思是在考你说两个论点共通的共识是什么 ？OK， 好，这样的概念。来，我们看第24题。好，现在我们既然进入到这个部分的最后的阶段，我们要讲的是文章怎么收尾。好，这也是我们在 R 终结者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段落，因为文章的收尾往往会考很多特殊的题型。好，而且文章的收尾也不会因为单纯讲论点 ，OK， 好，所以在每一次在 R 终结者里面，我们的第一堂课都会有讲衍生段，衍生段就是我们要讲这些东西。好，第一个叫未定，未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这篇文章讲讨论到最后，它前面吵了很多架，但最后作者收尾的时候告诉你说，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有解决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或者是我们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证据。OK， 好。叫未定的态度，像比如说这篇文章，看一开始这篇文章是有原文的，可以回去自己看。好，一开始先跟你讲说，年轮是什么？年轮是树里面的那个就是颜色的差异所形成的，可以让我们知道树的年代。好，但是问题是热带地区的树其实怎么样呢？
它的里面的颜色差异是不明显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看不出来年轮了。比如说你跑去研究什么泰国的树的年龄，就把树砍下来看，靠腰里面的雾气发黑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研究这个树到底年龄是几岁，大概怎么办？好，然后接下来呢，跟你讲说过去的方法是什么？用同位素，用我们讲同位素的那个碳12、碳14的测定法。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同位素的方法可能不是那么好 ，OK， 或者譬如太慢了或太贵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个新方法是什么？树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年轮，不是颜色所形成的，是什么？元素所形成，是钙所形成的年轮 ，OK。然后接下来跟你去评估这两种方法是什么呢？他说结果是一样准确的，实验显示怎么样呢？好，钙年轮的时间跟什么真实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方法比这方法快很多。来评估方法 ，OK。然后但重点你看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 The team doesn't yet know whether seasonal calcium circuits are common or if the feature is specific to just a few type of trees。你看到他说什么？他的语气是未定的，对不对？他说研究者不知道说到底今天是不是所有的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还是说只有一部分的树？然后再来你看下面一句话说什么？ And it is unclear whether periods of drought or the modest impacted dry season that feature in some areas of the tropics will make the signal undecipherable。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不确定如果发生某些天灾的话，会不会去破坏这个方法的准确度，对不对？来，你会发现最后它的尾巴都在干嘛？都在跟你讲说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目前还没办法解决或不确定的东西，这叫做未定的态度。OK 哦，好，来。如果有未定的态度的话，会考你什么题目呢？各位帮我把上面的信号打上去。好，会考你什么？会考你两种题型，一种叫做作用题或态度题，也就是说，它会刻意的把最后一段拍带起来。好，所以你很常会看到 RC 的这个就是题组里面会考你最后一段的题目。好，会把最后一段拍带起来，问你说这一段的作用是什么？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是他的态度是什么？那考这种题型，你要特别小心。GMAT 会设计把混淆选项推到极端，什么意思？明明只是未定，作者结果混淆选项会说作者反对 ，OK？ 好，第二种题型是什么题目？不好意思，好喘 ，OK， 口上很累哦。对，第二种题型是什么题目？第二种题型叫做逻辑题，就是 CR。好，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就仿佛是什么？仿佛是一个所谓的就是 CR 题干里面的一个论点，然后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就要去验证它的好坏。它可以去考评估，它可以去考削弱，可以去考加强。比如说像这个方法，它最后说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能够用在所有的树，我们也不确定天灾是不是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方法的准确度，对不对？那你看它下面怎么考你？来，何者可以加强新方法？我问你。何者可以加强？如果我刚刚文章里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害怕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品种都可以用，或者是不是天灾会不会去影响这个方法的准确度？那我问你，来，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加强？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方法变得更好？来，很简单，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用一些证据来证明说什么？证明说其他的物种也可以用，那懂我意思吗 ？OK 哦，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说，这种更多的物种可以用这个方法，或者是能够证明说各种天灾都不会影响这个方法测出来的结果。OK， 好，那反过来讲，削弱就是什么？证据证明换了别的物种，这个方法就不准，或者是证据证明有了天灾，这个方法就会不准，那就是削弱。OK， 好，来再来，旧方法相比新方法的特色。这个题目在考什么东西？还记得吗？文章里面只要有比较，对不对？你看，像第二段这个地方，你有发现这个地方，好，这边他就在跟你讲什么？你看，尽管这个方法的结果跟另外一个方法旧方法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方法速度快多了。你会发现，他语气上在强调的是旧方法跟新方法的比较，对不对？结果是一样，但是速度快多了，所以。只要文章里面有强调比较的题目，也会考什么？也会考你比较题，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OK， 好，有叙述比较的语气的时候要小心，要去看懂它的差异点，会考你比较题。好，再来，我们来看第25题。好，你看，
主题说探讨火星上是不是有水，然后呢，学界告诉你说火星上有很多这个是所谓的地理痕迹，就是所谓的那个冰帽啊，或者是有那种泛滥的那种痕迹，有很多地理的那个地形的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有水经过，所以我们认为火星上应该是有水。然后第二段继续跟你讲什么？他说火星上有很多河谷，看起来像河谷的东西，我们猜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水，不然怎么会有河谷呢？对不对？所以第一段跟第二段都在干嘛？是学者用某些证据来证明给你看，火星上应该是有水。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冰帽的形状，包括什么？泛滥的地形的形状，包括什么？包括所谓的有像是水切过的河流的河谷的 valley 的形状。好，但你看作者在评论的时候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关键因素你没办法证实是什么？叫做你要有水，就必须要先有适合水存在的温度，对不对？如果火星表面是6000度的话，请问有可能会有水吗？不会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还没办法证明说火星上面到底温度适不适合水存在，所以你看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火星上是不是有水，仍然无法证实，对不对？对吧？好，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他会考什么题型？很简单，就是他会问你 CRG 对不对？什么意思？到底要拿到什么证据才能证明火星上有水，才能评估，对不对？才能 support 或是 weaken 那种。好像你看第4题就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帮我括号写就是 CRG 的一种。他在问你说，请问下列哪个证据可以 justify 火星上有水这件事情？有看过这种题型吗？很像是 CR 里面考的 evaluate 的题型，对不对？何者可以加强，何者可以去 justify 火星上有水的这个结论，对不对？那如果他要考 weaken 的话，很简单，就是什么？我们只要证明温度不会存在就可以，这样懂吗 ？OK 哦，好，所以你看这2种题型，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文章最后收尾是未定的时候，它会考你什么？会考你 CR 类型的评估题或逻辑题。好，当然它也会考你态度，只是你要小心。如果它考你态度的时候，有一些选项会刻意把态度推到5段跟几段，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5段，它只是未定而已，这样子。OK， 好，来我们看第2种收尾方式，叫局限。局限的意思就是，你应该很常看过，就是文章前面可能都抱持了一个主态度，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论点，我不喜欢这个论点，但他最后会突然话锋一转，语带含情，跟你讲说，虽然这个论点很好，但是不可否认的也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我们还是要注意。好，或者是虽然这个论点是错的，但是呢，它仍然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些小小的地方，这叫做所谓的局限态度。OK， 好，就是文章虽然前面的主态度是支持或反对，但它后面会突然假中立，假惺惺自己反省一下，说我们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这样子。OK， 好。像比如说，你看第26题这个地方，还记得我们刚刚看到这篇文章嘛，对不对？好，来，这篇文章是我们刚看到说，前面讲的是过去的学者只研究男性，男性的视角来看，忽略了很多东西。然后呢，后来呢，发现女性的书信，发现说过去历史真的忽略这些东西。好，所以他还强调了这个学者的研究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学者呢去研究女性的书信，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那你看第3段说什么？说虽然怎么样，他也有一些小缺陷，对不对？说什么？他的研究太像写小说了，偏向浪漫主义。OK，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研究仍然很重要。这就叫所谓的局限态度。大家有看过这个态度可以举手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对不对 ？OK， 好，这种态度会考什么题目呢？好，来我们来写上去哦。好，这种态度会考什么？会考所谓的态度相同相异题。好，态度相同相异题的意思是什么呢？会考你说，请问作者赞同那个论点的什么地方，跟作者不赞同那个论点的什么地方 ？OK， 为什么？因为尽管怎么样，但是不怎么样，里面本来就包含2种不同的态度。尽管我同意你什么，但是我不同意你什么，或者是尽管我不同意你什么，但是我也同意你什么。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各位，如果要针对最后一句话，要来考你，作者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研究的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作者其实不喜
欢这位学者的技术风格偏向浪漫主义的，对吧？作者不喜欢这位学者的技术风格。但如果你问他，他问你说作者喜欢什么，肯定什么会怎么回答？作者肯定这个研究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素材，对不对？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像这种文章结尾用这种方式做局限让步的时候，会考你的是这种题型 ，OK， 好，就是所谓的态度的相同相异，谁同意谁什么，谁不同意谁什么，好。那再来还可以考什么混淆选项呢？很简单，帮我再打个星号，就是什么，也是一样，态度过重。因为局限其实只是提出小缺点，只是提出小缺憾，不代表说我要把你打到趴。好，你要想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作者真的是要把这个学者打到趴的话，他不可能在最后才讲反驳，那懂我意思吗？好，在最后才讲缺憾的概念，相当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懂我意思哦 ？OK 哦，好。所以文章最后这个局限，对不对？其实它的语气上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修正，小小的这个就是让步而已。好，那你要小心，混淆选项会刻意把这个小小的让步误导成什么大大的反对这样子。OK， 好，来各位，比如说这道题目，它如果要考你会变什么？作者对这个学者的研究大部分是保持否定，而且是错的。为什么？他有否定，但是他基本是肯定态度这样子。OK。然后我们看第27题，你看，一开始提出一个方法，说我们今天应该要把医生的医疗表现像球员的表现一样量化。比如说球员的打击率是扣腰，不好意思，好，比如说球员的打击率是3乘3，然后我们就要说医生的治愈率是2乘8之类的 ，OK， 然后医生的什么手术致死率是多少，我们刚刚全部都把它量化，然后呢贴在医院公布栏上面去，好，然后这样子。怎么样呢？让病人去选择医生，这样子，好了，这样可以提供良性竞争。然后你看第二段说什么？认为说这个方法是有局限的。好，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有什么样？有可能医生会去挑病人，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咯，好，来，那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哦，请问在这一段里面，它的延伸段，他说什么？他说其实还是利大于弊，对不对？还是边做边改，对不对？对吧？好，来，那我就问各位哦，请问这边会考什么题型？来，下次要注意看哦。好，来，请问这边会考什么题型？来，态度，可以，可以考态度。然后他推到极端的混淆选项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作者认为这东西完全不能用，对不对？那如果这边考你态度的相同的话，请问作者同意什么？哎，你觉得作者同意什么？作者喜欢这个方法的什么？资讯透明化很好 ，OK 哈，好，那作者不喜欢这个方法是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局限，对，但是这是什么局限？因为考细节，他考你 supporting idea， 他考你细节嘛，对不对？什么局限？会有第二段的，能不能把它讲出来？对，题目不会问你3次，对不对 ？OK， 好，还有什么局限 ？OK， 对，可能会有人球问题，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这样考你 ，OK， 好，来最后一个，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个，好，时间还可控制来 ，OK， 好，来，最后一个叫应用，好，收尾是应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最后收尾会跟你讲说。我们文章的结论可以被应用到另外一个议题上面去做去解决其他的事情 ，OK， 好，他会跟你讲前面我们讨论这个研究或讨论这个论点，它的结论，它可以去应用在别的领域上面，好，别的故事上面这样子，好，像比如说这个题目，你看，他为什么他前面跟你讨论说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旧观点认为是什么？在纽西兰第一波人类是公元前200出现的。但是后来呢，有人去怀疑，因为没有资料去证明是那个时候，然后新证据告诉你说，其实不是那么早出现，是大概在公元12世纪才有人在纽西兰出现。好，然后你看哦，从前面的第一段、第二段看起来这篇文章的主题好像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到底人类什么时候出现，对不对？然后最后你看第3段怎么收尾，他说这个研究给出的结论可以被应用拿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做到底当地过去的物种灭绝是不是因为人类导致的？它就是什么？把前面研究的结果拉去怎么样？拉去解释另外一个问题，这叫应用。OK， 好，来，那这会考你什么题型呢？会考你2种，一种题型叫作用题，会问你最后一段写出来，作者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很简单，他为了干嘛？他为了要去就是什么，把前面的结论应用在另外一个议题上面。OK， 好。第2种是什么题目？第2种叫做推论题，他会问你说，请问文章的结论还可以再进一步推得什么样的资讯？好像你看这道题目，这个下面这个题目下面，他问你说，第一个最后一段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什么？用文章前面的证据证明人们以前对的某个观点是不对的。哦，然后呢，再来，文章里面可以推论出什么资讯？很简单，就是什么？应该是生态系统的改变是有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这样子。OK， 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篇文章。好，来，第一段说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的，大概有6000多种语言。实际上怎么样呢？这些语言并不是有6000多种文法，其实文法共同的有很多。OK， 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可能日文跟韩文的文法很像。好，然后可能欧系的语系 ，maybe 比如说西班牙文可能跟其他拉丁语系的文法有些是很像，比如说中文跟泰文的文法是很像 ，OK， 像这种概念一样，好，然后他跟你说什么？他跟你先介绍一些文法，好，所谓那什么归的，好，然后再来第2段跟你讲说什么？其实现在学者要帮他归类，要做总结，做语言的总结这样子，好，然后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类型来分，好，你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共同点，比如说英语跟日语可能都有时态变化。比如说日语跟韩语可能都有语尾的变化，可能都有敬语的变化，好，然后用不同的分类来分，然后最后跟你讲说他们未来干嘛，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做成什么东西，做成一个像是元素周期表一样的，好，这就是什么，能够应用在实际的领域上面，帮助我们更认识语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文章最后的收尾的方式是什么，叫做展望其他议题，有发现吗？就像刚刚一样，我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过去的灭绝是怎么产生的。像这边也是一样，怎么样？我们研究语言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未来去做出语言的元素周期表，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学习。看到，它最后是把什么？把结论推到我们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身上。所以你看，它题目就会考你什么？文章最后一段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东西？他想讲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概念。OK， 他想讲的目的是什么？是说明未来研究的前景的方向。好，来，到这边为止，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你过去3个月会遇到所有高频的基金。OK， 好，那各位就是再跟大家重申一次，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对不对？重点并不是在你手上的执行你有没有指中，好，重点不是让你去背这些故事，重点要干嘛？要你去思考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语系，能不能在你平常做题目的时候实现？回去的时候记得做一个练习，好，拿出你平常练习的欧剧的文章，重新看过一遍去思考，拿出这个目录来，翻到目录的地方，好，用这个目录来对照说你过去所做过的文章里面，每一句话到底符合里面的哪一种语系 ？OK， 这就叫 active reading， 知道吗？好，每一句话到底符合里面的哪一种语系？那如果用Dustin刚刚上课所讲的方式，你觉得这句话可能会怎么考？然后你觉得你要回答话会怎么回答？只要你每天愿意练一篇文章，你的 RC 预想就会进步很多。OK， 好。再来就是各位，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中介的第7期开放报名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曾经考过1站以上，然后呢没有成过的考生，然后你愿意接下来60天被有神经病的Dustin监督 ，OK， 好，就是高压监督这样子，好，然后你愿意遵守一个60天的读书计划，好，那各位可以上网去看 ，OK， 我们预计4月中开始，好，然后呢到6月中60天的阶段。完整的读书计划的答疑还有作业讲解这样 ，OK， 好，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资讯。那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公开课，我们这礼拜
21号还有一场，也是我主讲的2月底哦，不是基金哦，是真正的文章哦 ，OK 哦，哦，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家报名一下。好，来，那今天先讲到这边，希望回去可以关注公开课这样子，好，拜拜。